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禅师这篇原文。教你炒股票13，不带套的操作不是好操作。2006年12月4号。那么，在我做直播或者说之前做解盘的时候，很少提及止损这个事情。禅论的文章里面禅师也很少提及。那么在第13课，他多多少少讲了一些关于止损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很多人把禅论只是当成一个简单的技术分析理论，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3个维度的这么一套系统，3个维度构成了一套交易系统，不单单是技术分析，它有基本面分析、比价关系，最后才是这个技术分析。所以说你在前2个维度选好了之后啊，你就用技术分析。所以说前2个维度的只要不发生变化，那就不牵扯到止损。这是为什么在禅师原文里面，或者说我在平时解盘，在平时做直播的时候很少提及止损的问题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禅师第13课是怎么讲的。不带套的操作一定不是好操作，特别对于资金量大的。带套有2种，一种是主动，一种是被动。何谓被动带套？就是介入时根本不知道为何介入，在一种盲目的状态下被套了。然后还有一种很错误的理论，认为亏损多少就要止蚀，按这种方法来操作，最终都不可能大成功的。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是这种被动带套的。这种人都是被套所套。其实从来不存在真正的止蚀问题，只存在股票是否依然在能搞的范围内的问题。只有这种意义下才存在止蚀。一只股票的走势从能搞变成不能搞，请注意，站在盈亏的，这时并不意味着操作是失败的，可能已经大大盈利了。唯一退出的原因只是股票的走势已经不能搞了。投资市场中一个最坏的毛病就是根据盈亏进出，而盈亏不是鲜艳的，是根据当下的走势当下决定的，是被动的。根据盈亏进出，就是根据被动的因素进出，这不是被动太套是什么？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啊，如果说你只是为了练习，比如说你去交易外汇啊，或者说交易日内交易非常短的这个操作的时候，你是需要止损的，或者说禅师这里叫止蚀，是一个意思。那么你在做这个短周期交易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纪律性，在哪个位置进场，在哪个位置出场，你都要提前设定好。所以说这里是需要进行止损操作的。那么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投资选好了一个标的，3、5年都看好它，即使出现短期的，比如说1个季度的一个大的回调，对你来说也没有问题，也不影响你的一个持股的一个信心。巴菲特其实就是这样的，巴菲特干的事情就是一个选好了股票，基本面、比价关系选好了之后，可能在每一个季度或每个月会做一些，他也会做一些那个差价操作，对吧？比如说苹果，之前苹果确实比较高了，可能是股价高了是一个原因，或者说是为了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个考虑，它卖出了一些，对吧？但是长期的话，它还是长期持有的，这个观点它一直没有变。那么对我们来说，也应该就是从小或者从你资金量少的时候就慢慢养成这种习惯。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利用短的周期做一做差价，然后把成本降下来。其实成本是最关键的，你只有成本够低了，比如说最近过去这一周市场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的成本够低，你只要是赚钱的，那么你就不会太害怕，或者说你就不会觉得，哎呦，这个市场是不是要崩盘了，是不是要进入熊市了？对你来说无所谓啊，牛熊又怎么样呢？你只要是赚钱的，而不是被动在里面，
追涨杀跌，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何谓主动带套？这里有2层意思。其一，介入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特别对于大资金来说，如果不采取主动带套的方法，怎么可能买到足够的货？那种号称从来不带套的，肯定从没操作过大资金。更重要的是，任何的介入都有一个主动的防护加入其中。这个防护就是一旦变成不能搞，就立刻从买入程序中退出。这个防护的启动是和任何盈亏无关的，只和当下的走势有关，对吧？对于他们这些大的资金，巴菲特这种或者说大的这个机构，他们买入的时候肯定是越跌越买。一个下跌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追涨，他是越跌越买。所以说，他所谓的主动带套就是，哎，这个位置买了，它又往下跌了，对吧？你相当于被套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它是肯定是越跌越买的。对这些机构来说，那么投资是一个长期的事业，别抱着赌博的心态企图一次成功。只要有这种心态，最终的结局一定悲惨。这已经被无数事例所验证。为什么要研究符合自己的买卖程序？就是因为这是市场风浪中唯一安全的港湾。港湾有时候也会有台风，但不能因为有时候有台风就不要港湾了。还有一点，就是买入程序的成功率和市场的强度有关。在强的市场里，买入程序的成功率基本都在90%以上，但在弱的市场中，这成功率就低了。这其实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市场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牛市，或者说是一个缓慢上升的这么一个市场的话，不像现在，就是说在政府的政策面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出来。那么在这个强的，这就是所谓一个强的市场，在这种强的市场中，你去买这个每次买回落出现底分型，你就去买它的回落。每次出现底分型就去买它的回落，那么成功率都在90%以上，对吧？所以说这是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强的市场，那么弱的市场中，这个成功率就低了，这就是它所谓的成功率。那么比如说你在牛市里面，你去买这个下跌的过程中，你去买这个有出现底分型去买了，很容易，比如这个反弹非常弱，然后变成了一个中继的，又直接又往下走。这就是在强市场中和弱的市场中，你的这个系统的成功率。任何根据均线等技术系统构成的买卖程序，都只是一个综合判断的一个子判断，并不是说这一招就可以了。但至少有一点是，任何技术的买卖程序都不能解决的。就是相同程序选出来的股票，为什么有些涨得多，有些涨得少？能不能就此而选出最有力度的？这在实际的操作中是很有意义的。用一个庸俗的比喻，技术系统是海选，而其后所需要的是复赛 PK， 这才能选出真正可以介入的股票。关于这个问题，后面会逐步展开。这个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一课只是第13课，因为缠论是从第17课开始，整个进入禅师的这套交易系统。在第17课之前的话，他只是写了很多文章，但是他的背后的理论其实还是他那套理论，只不过就是说从第17课开始才开始介绍中枢啊、底分型啊、顶分型啊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说这是第13课，但是呢，他在第13课已经开始有一些提及了。这个地方他所谓的其他的复赛 PK，其实就是基本面分析、技术比价关系分析。你不能够单单用一个技术程序、技术分析来做你的这个交易系统，一定是一个3个维度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好的，那么第13课，这也只不过是一部分，我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分享。那么你如果要有时间的话，最好自己再看一遍。我们来看一下下周要出的这个经济数据。那么下周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周3有这个 CPI 数据要出来了，但是周2这个 JOLTS Opening
也是跟就业相关的，看看现在市场中开放出来的这个工作机会有多少。那么周四的话，也有一个 PPI 数据，也有一个跟就业相关的，对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周三这个，美东时间8:3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进行的这个复盘，以及因为在过去的这周，在直播中也分析过很多的股票，我们今天就简单分析一下标普，以及再附带的看几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标普，这个标普的话，我看的这个周期，今天我们看一下季度的这个图，3M 就是每一根 K 线就是一个季度。那么在大的周期上，在大的季度上，这个标普这里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大中枢，发现没有？在这个时间跨度是应该是2000年到08年，它有这么一个3次的一个下上下的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做了一个中枢。那么针对这个中枢，其实还没出现它的3买，也就是说从09年这波大牛市就是从09年1月份开始的，从09年1月份一直就是离开段。这是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是出现过3个季度的一个下杀。那么在2022年1月份的这个季度的这个 K 线，把2021年10月份这个 K 线给包含了，发现没有？这两根 K 线是一个包含关系，刚好跟现在是很类似的。现在是2025年1月份，因为现在刚开始第三个月还没有结束，但是呢，现在已经把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的 K 线给包含了，现在也是一个包含关系，跟前面这里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在这个位置是出现过包含关系，其他的全部都是每一次都是一个上涨，对吧？还没有再次出现这个就是以收跌这种情形包含上一个季度的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季度看一下它这里的话，这是在2022年1月份这个季度第一个季度的时候，它最后收的是收在这里。那么如果说它这个下影线是相对偏长的，如果说本季度这根 K 线，如果说也是，如果说最好是 K 线的实体稍微小一点，然后如果说能够收成一个十字星的这种的话，那么一定会有一个反弹的一种状态，对吧？这个反弹一定要抓得住。你看它这里出现了包含关系之后，再下一个季度一个大的红的下来，连杀了2个季度，这杀的还是非常狠的。那么本季度还没有结束，就看这个季度收盘的一个状况，最好是能够收季线的时候收成一个十字星的这种状态，那么是给到我们一个出逃的一个机会的。现在就是在这个季度上，我们在降低周期看一下月线上，月线上的话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月的顶分型了，对吧？月的顶分型已经出现，但是前面也是出现过几次，这里有月的顶分型，都出现过顶分型，但是前面这几次都没，这里是跌了能有2、3个月，这里还有一次顶分型，它已经连续出现顶分型，但是顶分型就有点类似刹车，在我们开车的时候有点类似刹车，刹一次没刹住，2次、3次、4次，已经4、5次了，那么连续刹车，如果说每次刹车之后，你发现这个上涨的力度开始偏弱的时候，那么这个刹车系统是管用的，对吧？那么现在已经连续4、5次之后的一次顶分型之后，看这个强顶分型能不能够出现一笔回落。那如果说月线上出现一笔回落，这个杀伤力度还是比较强的。最好就是在本月月 K 线收的时候能够收回来一些，对吧？你不要收的这个 K 线实体非常长，或者说 K 线实体这个整体的特别大，那也会这个杀伤力也比较强。所以本月这个收的这根 K 线收回来之后，最好是也是 K 线实体稍微小一点，然后上影线、下影线稍微长一点，也是这样的一根 K 线。上影线很短，然后 K 线实体很小，然后 K 线的下影线很长。如果说能够收成这种 K 线的话，本月也是会给到我们一个出逃机会。这就是从这个月 K 线看，这就是现在已经出现月顶分型，再次降低周期。这是我们之前做复盘经常说的，3491
一个中枢，然后给到一个这个周线的一个三买，出现周三买之后又打了一个高点，这个反弹也够比，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构啊，对吧？带进入段，带中枢，带三买，然后还有一个高点出现盘整背驰，这是我在跟大家做周末复盘的时候多次提及的，对吧？每次做周末复盘的时候我们都在说这个。那么现在如果说从6147直接断开的话，从6147到3491这个结构非常饱满了，一个盘整上的一个结构非常饱满，进入段、中枢、离开、三买全都有。那么现在如果说假设从6147就要开始走反向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是进入段呢，现在它还只是它一个反向走势的一个进入段，而且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5773已经被打掉了。5773被跌破之后，现在又收回来一点，对吧？现在是本周是又收回来一点，就看下一周是要延续出来一个新的新低，还是说能够给收一个包含关系的，给多头一个喘息，给多头一个喘息之后，然后再下一周再跌这个新低，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周线上回撤构成一笔，周线上回撤构成一笔之后，看能不能够在周线上给到一个大的一个反弹，也就是说一个周的大二卖之后再下来，看是不是这种演变。这是相对偏，就是对多头来讲还算有出逃机会的，起码他在做确定6147这个大顶的时候给到一次出逃嘛，对吧？最可怕的就是连续跌，现在是已经有3根了啊，连续每周都有出现一个新低，那么的话，现在这个 MACD 已经开始掉头往下走。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杀伤力就太大了。所以说，这是在周线上，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再说一下整体的策略。那么日线上也是4103到6147，那么这个日线上就更饱满了。这是一个123段构成进入段，构成中枢，构成第一个大 A 中枢之后，再次离开123，又是一个123之后，然后构成第二个 B 中枢，B 中枢之后再打一个高点，对吧？进入段大 A 离开大 B，然后又给一个离开，这个结构非常饱满。这是从这个4103到这个6099，4103到6099是周线上的一笔，然后呢又给了一次回落，这个回落就是周线上那个三买，但是它这个回落是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在次级别，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它的次级别是带中枢、带进入段、带中枢、带那个离开的，对吧？这是这个从本周期我们就能看到次级别，那么它这个结构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到这个5773，然后呢，5773这个出现这个周线回落一笔之后，5773又开始一个三段，然后第三段也是打了一个高点，这个第三段我们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用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测过，它是在一个0.018的位置，对吧？完美的0.018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大顶，或者说短期大顶吧，6147。那么现在出现这个位置之后，从6147之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它的反向，这里是不是要走反向的？起码周线上要给回撤一笔。你发现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呢？这个6147下跌到56，看一下最低点是不是这个5666，从6147下跌到5666，这是一笔呀。前面这里是用了3笔，你发现没有？它的一笔杀的空间就比你3笔的空间还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呀。这是一个多空非常明显的一个比较，在这里你就可以比较多空。前面这个多是用3笔就上去了，那么这个只用一笔就杀到比前面这个低点还低，说明现在这个空头力量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 MACD 也给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辅助判断，对吧？现在已经深红，基本上已经非常深的到了这个 MACD 的下面了。那么好就好在什么呢？好就好在周五的时候收回到200均线之上了。200均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长期均线。那么它在周五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反转，收回来了。在周五做直播的时候，我们是分析过这段内部的。当时我已经提醒过，
在这个位置不要去做空它，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当时我们在做周五直播的时候，把这个切过来，我们当时在做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对吧？因为它在上面是有一个中枢进入段，然后是一个123，然后当时也是打掉了5732的，在这个位置嘛。我已经说过，这个结构它明显偏弱，也就是说最后这个离开这段它偏弱，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也不要去做空它。然后呢，你想做多的话，就等待有没有底分型，出现底分型了，你去尝试去做一笔反弹。被打掉之后，你可以做这个止损出来，也是可以分批进、分批加仓。出现了加一点，再次出现再加一点。你要做的其实就是这笔反弹。那么这笔反弹是可以是弱反，它也可以是强反。目前没走完，现在周五出现了5666之后，现在这个反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高点，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位置，比较一下这两根 K 线有没有高点。哦，有出现了一个高点，现在这一笔已经出现了，从5666到5783已经出现了一笔的反弹，也就是说，这里已经可以有一个反向中枢了。从这个前面这个低点到这里，我们可以画一个反向中枢，可以用这个中枢作为一个多空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比较，对吧？如果说能够再次往上走，最好是能够顶到这个120或者200均线，基本上都在这个附近，6000附近吧，或者5900附近。如果说能够杀到这里的话，是最强势的。如果说一笔不能杀到这里的话，如果说用3笔也可以。那么我们看一下，如果说以3笔的模式，我们把这个中枢先把它去掉。如果说以3笔的模式，比如说这笔已经反弹结束了，也没有突破前面这个小高点，也就是这里5865，它可以下周再往上突一突到5865附近，这个开始这个停顿，然后呢给你回落一次。那么这里的话会形成一个中枢，给到一个2买，也就是这里以5666作为参照物的话，就是1买，然后再来一次反弹，突破到这个120或200这个均线附近，也就是5900、5960或者6000。那么这样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变化呢？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分解一下。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关键的位置，如果说能够抓得住的话，还能够减少一些损失，甚至是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盈利能够出现一些变化。从这里，我现在说的是1、2、3这样一个走势。那么从6147到5666，看一下它的结构，进入段构成中枢，一个3脉，再次打一个低点，对吧？这个结构很饱满吧？这是一个盘整下的一个结构，很饱满，有进入段，有中枢，有3脉，有离开。右侧一个1、2、3段，就3段1、2、3笔可以构成一笔，也就是说从6147到5666是日线上的一笔回落，从5666生长到这个位置，也就是5960或者6000附近吧。600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数关口，这个意义还是比较强的，压力也是比较重的。那么能到6000或6000附近已经很不错了。那么这个位置也就是日线上的一笔反弹，那么这个位置一定要应对，因为这是一个日线的一个大二脉。如果说这个位置你不去应的话，那可能后面是一个快速下杀，因为它会走一个1、2、3段，对吧？一般或者1、2、3浪也可以，一般3浪都是一个主跌浪，这个位置一定要应。这个位置如果说不应，后面的话那就是深渊了。如果说给到这么一次出逃机会的话，对吧？因为现在这个跌的不是那么流畅，其实它这个下跌的从6147跌到5666，这多头的抵抗还是有的。你会发现不是以这种浪形简单往下走的，对吧？它是带中枢的，跌的还是比较跌的不是那么流畅，它有点阴跌的那么状态。阴跌的这种状态是明显的那个熊市的这种模式，就是你也不会发现有反弹，反弹非常快，你会发现反弹的节奏非常快，就是快涨，快涨慢跌，这是典型的熊市节奏。发现没？涨的时候都非常快，都是非常大的这个 K 线实力都非常大。然后呢，只有4、5根哎就完事儿了，4、5根完事儿，看到没有？这节奏都是这样。
这是有5、6根儿，哎，4、5根儿，发现很短，涨的时候都非常短，但是速度非常快。跌的时候就慢慢跌，哎呦磨，在这里磨，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是明显是一个快涨慢跌的这种节奏。所以说快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这种快的反弹，做一点差价，然后把成本降一降，或者说那个让那个仓位出逃一些，减一减仓，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针对现在这种状态。好的，那么的话，这是针对指数，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我们再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其他的几个，看一下这个 VIX。这个 VIX 的话，我们在之前呃，因为我现在开始把录播改成直播了。那么在录播的时候，我会经常看这个震荡指数，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因为当时在我们之前一直关注它的时候，它一直在这些位置，对吧？一直在这个下面。我当时就说过，一定不能出现它贴着零轴，它基本上趴在零轴下面，在这酝酿呢，在这憋大招呢，对吧？它一直在这个位置，因为12.7是这个最低点，一直在这个下面，在这里酝酿，一直没有出现跌破12.7的状态，然后出现这个从这个二买，这些都是二买，从这个位置开始往零轴上爬，发现没有？然后开始往上走。好就好在什么呢？好就好在它这段的上涨啊，就这段的上涨跟前面这段还不太一样。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状态，前面这段杀的是非常狠，而且非常的凌厉。这是从这个去年的7月中吧，去年是7月中这个段也是贴着零轴，看到没有？一直贴着零轴在这里，然后开始酝酿，但是它这个节奏就非常快，上了零轴之后，哎呦，每天基本上很这个状态非常强的往上走，然后一直到这个8月份这是哪天？8月5号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叫什么长的上影线，这个非常大的 spike，这种是杀的特别快，这种杀的特别快。但是最近这波上涨就没有出现这种节奏，它也是慢慢涨，发现没？它是慢慢涨，所以你做空的人他也不痛快。这个前面这种状态是做空的人最喜欢的，快杀，这是做空的人特别喜欢。但是这段它就没有明显出现快杀的状态，它是慢慢往上爬。现在刚好也是爬到了这个中枢的，这里也有一个中枢，非常大的一个中枢，到了中枢上沿这个位置了，对吧？它如果说出现回落，回到中枢中轨的话，那么是对我们做多的人，或者说你只喜欢做多的人一个很好的出逃机会或者减仓的机会。它可以再次回落到中轨之后，等待，比如说一些事件的驱动啊，一些经济面啊、基本面的一个驱动，然后再上去。因为它现在已经在零轴以上了。如果说这个一直在零轴以上的时候，我们是相对的是需要比较注意的。你看它从这里下来了之后，这一段一直是下来上去，下来上去，看到没有？没有明显的被砸到下面去的。就是一旦它爬上了零轴，你想让它下来就不容易了。前面这里也是上去了，但是它这段并没有明显的往上冲，然后这是慢慢的这里回落的这震。所以说呀，通过这个 VIX，我们能够辅助判断这个大盘那边的一个情况。只要它不能够出现像这种明显的往上走的时候，它还是有机会让我们这个减仓的，或者说能够把仓位降下来的。这是针对这个 VIX。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在周五，特朗普开了一个跟比特币、虚拟币相关的一个峰会吧。但是呢，现在图形上我们就能看到，不兴奋，图形上就能够看到，它不像是他之前发那个推文的这几根 K 线，这3根 K 线你会发现非常兴奋，K 线上就能看出来。那么最近是不兴奋的，说明他的政策上、他的策略、他所谓的一些国家战略储备都是胡扯的，或者说起码现在看没有任何的这个推进比特币价格上升的意义，因为它只是战略持有，它并没有说要战略买进，对吧？那这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就看它后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出来吧。反正目前看整个币圈的人来看，没有出现兴奋点。它必须要快速往上走才可以。那么一直在这里趴在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因为在周线上一直往下趴的话，它可以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再次跌破78167。
然后再往下延一延，甚至到这个72087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可以再停顿一下，然后看能不能够出现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这针对49050这里是一个二买，对吧？所以说针对这个比特币，那么从10935这里下跌的话，现在是一个三段。那我们前面也比较过这个力度，是知道过一个点位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是81337，对吧？跌到这个81337是跟前面这一笔是等比例。那么在2月28号这天出现了这么一个快速下杀，然后快速拉回来的一个状态，给做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这个熊套，就是给这个做空的人给做了一个套，然后快速拉回来。这里也是踩上了这个200天均线，对吧？现在就是要看一下什么呢？就是从99517到78167这段的一个内部，它现在没有方向，它现在是一个类似一个收缩整理的状态，它可以往上走，突破99517，也可以再次跌破78167，都可以，两个方向没有选择。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4小时，在4小时上我们看到它有一个中枢了，这是这个99517这个位置，下面这里是78167。那么这里是做了一个4小时的一个中枢，对吧？这个中枢还是一个收缩三角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是一个收缩整理状态。那么在它没有出现选择方向之前的话，它会继续维持这个收缩整理，直到它要开始选方向，看它往哪边突。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等待，等待它选方向，你再开始加仓或者是减仓。那么在这期间的话，如果说你有能力做这个4小时的中枢震荡的话，也可以去做四小时的震荡。但是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等待它选择方向。那么它是两个方向都可以选，明显是两个方向都可以选的。所以说再次等待方向吧。我们最后再看一个，这个特斯拉，因为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没有讲这个，但是应该有很多朋友也关注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那么特斯拉的话，我们主要看的是从这个138.8这里，138.8到488.5，这个是整个在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在月线上的话，现在还是一笔新的月线的回落一笔还没有生成呢。在新的回落一笔没有生成之前，你就不能说这一笔结束，它完全是可以在周线上构成一个周中枢之后再打离开，甚至在这里震，然后再离开也可以，对吧？所以说现在你两个方向都要看，就是说又要考察往上走，又要考察往下走。现在周五的话也是，特斯拉也是踩到了这个120，这是200周，踩到了200周均线附近这么一个位置。那我们就看一下。从488.5到250.73这一周周线上这一笔的内部，看一下它的内部这个结构。那么488.5跌到了250.7，杀的是非常猛，对吧？基本上是腰斩。那么它是一个1、2、3、4、5浪，非常清晰，在日线上做了一个5浪。我记得是在这段的时候，我分析它比较多，还是提醒过。这个4浪反弹呢，一定是如果说碰不到前面这个低点，碰不到这个370.4，一定要走，因为还有5，对吧？如果说你去看一下我这段时间出的视频的时候，多次提醒大家，出现4的反弹，一定碰不到前面的话，一定要走，因为还有5。你不知道这个5的这个力度能走多远呢？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1和3，1和5比较，或者说3和5比较一下，可以从前面的先比较1和5，哎，刚好是一个等比例，发现没有？就是第一段和第5段它们的空间，如果说空间一致的话，刚好在251.84出现一个等比例的位置。这个扩展器的这个用处或者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这里跌了这么多，那么它反弹了一次，给了看一下多大的空间，17%左右的一个空间。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这里跌了同样大的空间，这里也可以出现一个17%左右的一个上涨的空间。这就是用这个扩展器比较这个力度的原因，因为它往往会在等比例的位置做一些文章，就这些机构用这些这个技术的这个工具
来找到这些关键位置来做反弹，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比较这个用扩展器的原因，刚好在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所以说就看这个下周能不能够给到一次反弹，最好是能够冲到120天这里吧，到320附近。冲到这里的话，但是呢，你要注意，是1、2、3、4、5、6，只是这个第六浪或第六笔的一个反弹。如果说也是一样，跟前面的4浪反弹一样，如果说碰不到325的话，你要注意了，就是一个6的反弹，还可以有7呢，对吧？它延续性好的话，可以一直是7，甚至有9都可以。所以说你这个只要碰不到前面的话，它就会再撕下来，所以你就只能吃一段，吃一段。然后这个位置能做空的话，你也可以去做空它，对吧？这就是看你个人能力了。毕竟大部分人，做空相对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其实减仓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这个你减仓就是看空嘛，相对就是也是在那个卖出嘛。所以说，有能力你做空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做空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你要选择的期权、选择的价格，做 option 或者做期权是啥呢？它是何时到何价，这个就难了。到什么价格相对的简单一点，但是什么时候到这就难了，晓得吧？所以说，期权 option 这些东西跟时间的关系非常重要。那么你一旦你即使判断对了，到比如说我判断到320了，但是我选择的时间错误了。他如果说你选择很短时间能到，但是他用了可能很长时间到，那你也赚不到钱，对吧？所以说期权这个难度就是它需要何时到何价，这个就太难了。那么有那个能力你可以去做，没有问题的，对吧？你这个各种工具都可以尝试一下嘛，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没有能力的人还是老老实实的，对吧？用那个股票，上去了力度弱了可以减仓，或者说全卖掉也可以，就看你的仓位大小。下来了到位置了再加一加，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加减仓的一个，你也不需要去。虽然说现在特斯拉它的负面的东西，因为马斯克现在也是深度的介入了美国的政治，对吧？那么他可能负面的东西，现在新闻也好，或者说好多人抵制特斯拉也好，这些都是有这个消息嘛，就是跟着走势来的。你会发现走势在慢慢下跌的时候，那肯定是负面的东西多一些。那它在上涨的时候呢？它前面这里上涨的时候，为什么那些消息也存在呀？对吧？难道它在上涨的时候那些消息就不存在吗？那些消息现在说的那些马斯克参政啊，马斯克要这那的，难道不存在吗？一样存在的呀，只不过是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操控的人想让你听到什么消息，他就会放出什么消息来，对吧？这消息就只不过是一个他们想最终达到的目的，可能是想利用消息让更多的人去跟着他们走。那么你要是没有这个主观判断的话，那想抵抗这些噪音的话还是比较难的。但是学一点技术分析的话能好一点。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简单分析这么多了，再见。